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9.81，收盘价是251.5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2.37，最低价是在242.4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54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2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的线型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蜻蜓线。那蜻蜓线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上方，然后实体上方留有短的上影线。那蜻蜓线啊，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如果蜻蜓线处在高位，将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当然，如果是处在低位呢，将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股价的变盘走势能否被确认，我们要关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就是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那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好，那么当日的这根蜻蜓线，我们会看到它是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那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它虽然是对于前一个交易日呈现的是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7月5日的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的成交量还是说抱有大量的。那收盘价站上前高，然后呢抱有大的成交量呢，我们认为在这根蜻蜓线之后啊，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的走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蜻蜓线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59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47附近。对，或者叫横盘向上。好，那么实际在7月5日收盘价是在251.52，出现了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收盘价在259，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是较大的，但是当日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它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收盘价都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的一个站上前高的蜻蜓线的日后股价是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么对于7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65。
那265啊，我们说在到达265之前，目前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252.37是一个压力位。那其实呢，我们说在这根蜻蜓线最高一直到265之前，在这个区域啊，各个点位都是强压力，只不过这根蜻蜓线生成之后啊，252.37这个位置被暴露出来，这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股价在到达265之前，在这个区域都是强压力。那265如果能够被站上，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中长期的空头趋势。实际上，我们说股价在站上这个4月29日这根 K 线的时候啊，已经是说瓦解了这个空头趋势。那么当然这个位置是在还没有突破这条趋势线。那目前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65，将会真正的是瓦解了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所以股价近期出现这样一波强势上涨，涨到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多头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265的。当然这也要看在接下来1-2个交易日，我们还要看看空头的这个是不是想要守这个位置，或者说是放弃这个位置。对，好。那么我们说，接下来1-2个交易日将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就是近1-2个交易日的走势将会非常关键，能否突破265呢？将决定日后股价的一个走势。对，好，那么265如果被站上之后，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站上299就是彻底。我们说是瓦解这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同时站上这个位置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下方现在有底高，现在上方还差一个头高，所以265被站上之后，299将是多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我们也不排除这一波上涨经过小幅的回档之后就是一鼓作气会到达会去测试300关口。那300关口其实我们说299和300关口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是极强的一个压力。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之后呢，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瓦解，所以这个300关口呢将是日后股价的一个极强的压力，如果能够突破265的话。好，那么299之后的压力位就是300，就是第3个目标就是314。那314这个位置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也就是收复自2022年9月20日以来的这一波下跌。对，所以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现在依然是177，177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是前低。那么它也是自这个位置，也就是自6月11日以来多头趋势的第2个底。对，那么这个位置一定是空头要这个站上的一个位置。那在到达177之前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很多支撑位的，例如这个蜻蜓线的最低2个缺口，包括各条均线值，还有这条下行趋势线都会成为股价的在回档过程当中的支撑位。其中20日均线值在
7月8日，我们测算是在197，已经到了197，也就是临近200关口这个位置了。那么20日均线值将会是股价回档的一个极强的一个支撑。通常啊，在多头的趋势下，股价一旦回档，20日均线值如果被跌破，那么将会转为空头趋势。对。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到达177之前，上方的支撑位还是非常多，并且是非常强的。那177被跌破呢，也就瓦解了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68。那168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说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139，139再被跌破，那我们其实会看到它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将会恢复它。当然，我们说的前提是目前的这个涨势在站上265之前，如果是出现回档跌破139才会恢复这个空头趋势。好，那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对它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7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也就是在7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246。对，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那到了7月8日，我们要关注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49.81，其实就是在250附近。250正好也是一个整数关口。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通常出现蜻蜓线，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继续出现上涨呢，通常会有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回档，如果不跌破蜻蜓线实体的下沿，我们认为股价会会继续出现上涨，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如果得到支撑，股价一定会上涨而站上这个蜻蜓线最高。而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再次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如果是这样，将会继续建立一根一星二阳的一个上涨的 K 线组合的一个架构。那我们认为在近1-2个交易日，那股价是很容易突破265的。对，所以在盘中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250。说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然后在盘中一直在250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那么这个蜻蜓线将会成为一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吊人线在高位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呢，日后股价跌破它的最低，将会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所以我们说，在7月8日盘中，如果股价是在250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出现回档。那一旦出现回档的走势呢，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说股价很容易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所以在7月8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50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来看 K 线信息。我们会看到，在7月1日当周生成的，这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并且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几乎是前一个交易周的1倍以上。对，那么也就是接近2倍。那么收盘价站上前高，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举是突破了上方的也有2个均线值，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样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去测试2023年12月25日当周的最高，也就是265，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一个点位了，就是日 K 线图当中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其实这一波涨幅已经是非常强势、非常强了。然后呢，对，那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然后成交量抱有大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快线即将是要上穿零轴，在 MACD 这个位置，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上行的。对，那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 K 线信息的这个指标来看，那股价是要继续上行的。好，那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当中说，在7月1日当周，如果股价收高的话，会收在208附近。而实际我们会看到是不仅是收在它的上方，也突破了这条下行趋势线和2个这个均线值，对，是收在了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如果是收低呢，我们当周说在7月1日当周会收在185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92、191这个位置，也就是前一个交易周实体的中线。对，好，那么到了7月8日当周，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我们刚刚说了，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我们认为如果收高会收在260附近，如果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235附近。对，好，那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这个实体的50%这个位置，实际上大概在225附近，这是一个强支撑。对，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回档呢，这个225会能够支撑住股价，最后有可能会收盘在235。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其实就是上周的收盘价在251附近，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51，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251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继续上涨或收高的。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好，这是我们关注251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4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6月12日5%建仓，在6月17日和6月26日收盘价这2个位置是分别是10%加仓，然后呢，这就是这个25，我们来回顾一下。对，有3个位置，还有一个是在7月2日的收盘价，也是7月2日收盘价，也是7月1日的收盘价。对，在这个位置也是10%的加仓，那就是35%。然后呢，我们又在7月3日，对，我们有5%的加仓，然后在7月5日，我们也是7月。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录在6月12日是5%建仓，6月17日是10%，6月27日、6月26日是10%加仓，然后是在7月1日的收盘价
是在这个位置有10%的加仓，然后在7月2日和7月3日分别这2个交易日都有5%的加仓，那这样一来就达到了45%。那这45%的仓位的成本价呢，我们是在20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就是，当然现在一直是盈利了。那么股价到了7月5日这个位置是不会被停利出场或者被止损出场的，因为停利我们守的是230这个位置，然后呢止损我们是守的200这个位置。对，那么7月5日。到了7月5日，收盘价到了251.52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加仓。那加仓的理由就是说，收盘价战胜前高，虽然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但是对之前的交易日它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那么我们继续加仓5%。那这样一来，到了7月5日盘后，实际上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7月6日，对。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加仓呢，应该是在7月8日盘前加仓。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个仓位就加到了全仓，也就是50%。那加到50%，我们说到7月8日，我们要如果我们加到全仓之后，成本价我们将会到达210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全仓的成本价是在210附近。那么到了7月8日，我们要给的停利的位置，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27到237到238这个位置。那所以呢，我们要停利的位置，我们守237这个位置。对，也就是股价一旦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全仓的仓位呢，可以是获利出场的。对，假如不想获利出场，等待回档继续加仓呢，那么我们要给出止损。止损我们守20均线值，虽然是在7月8日是到达了197，但是我们依然给出止损的位置是守200关口。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我们说之前如果一直没有进场呢，在7月5日收盘价出现这根蜻蜓线的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进场呢？当然可以进场，因为每次我们加仓的位置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那在这个位置，如果5%进场，那么我们给出的这个止损位应该是守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对，守242。那如果是在之前一个交易日有5%，刚刚在7月3日刚刚建仓，那么然后呢，在7月5日又加仓5%。到这个仓位是达到了10%，那么我们说这个仓位的止损呢，我们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包括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守231。对，当然如果是在7月2日收盘价初次建仓呢，我们止损位可以守这根绿 K 包括这缺口最低是213。对，好。那这是我们补充说明的，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进场或者在加仓的位置进场的时候，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和就是止损位。对，好，那么不管我们说在任何一个位置进场，止损位最底线就是要守
这个20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一个描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的目标啊，它就是要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2，这是目前空头的首要目标。因为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啊，才能瓦解这一波强势的上涨，那么股价才有可能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否则，如果股价没有收盘价不跌破这根蜻蜓线最低，只是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那么我们认为在横盘之后，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支撑，那股价将会继续一波新的上涨。所以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242。当然，它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52一直到上方的265，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7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上方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52，第二个压力位是265，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281到290，第四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蜻蜓线的最低242，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37到238之间，这也是我们守停利的位置。对，好，那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是231到234，那第四个支撑呢，我们说是下方的213到218，其中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15附近。好，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支撑。然后呢，20日均线值我们刚刚多次说过是在197，到了7月8日。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最高上方会到达255，收盘会收在253附近。但是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60，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58。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0，最低下方我们认为会出现新低，会回踩到24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9日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